周晓峰和方竹青都是问心里的人物角色，相信很多看过该剧的观众朋友对方竹青就只有一句话想说，心实在是太狠了。明明都答应要带周晓峰到大城市跟自己一起生活，可最后却言而无信，这种给了人希望又让人失望的话，真不如从一开始就别说。但请诸位细细想来，天底下有不爱自己孩子的母亲吗？那些离了婚的单亲妈妈可比比皆是啊。所以方竹青对周晓峰没有说到做到，也许其迫于某种无奈。为了搞懂方竹青离开年幼周晓峰身边前后判若两人的真相，我二刷了问心。还别说，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通过重温该剧集，我恍然大悟，周晓峰至死不会知方竹青冷酷无情的真相，是对周家的彻底绝望。一，丈夫没本事。周晓峰不像林一那样有家族疑病，所以咱们也无法确定其父是否死于某种重大疾病。当然，我也曾经设想过，有没有可能是周晓峰的父亲死于车祸或者别的事故。但问题是，周晓峰上学时的生活费和学杂费全都是方竹青给的，而且方竹青去大城市工作深造，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给周晓峰攒生活费用和学杂费用。所以说，周晓峰的父亲应该不是死于车祸等人为的事故，否则周家该获得一笔不菲的补偿金才对。因此，咱们可以大胆猜测一下，有没有可能周晓峰的父亲是个赌鬼，在外面欠了别人很多钱，还不起，选择了自尽。还别说，这个推断还真说得通，因为这样既可以解释周家为何不富裕，又可以解释方竹青为何不愿给丈夫守寡。毕竟一个活着的时候就让方竹青头疼的丈夫，死了之后就没啥值得惦念的了。二，婆婆太强势。其实周家最奇怪的地方可不只是周晓峰父亲的死因，还有方竹青的婆婆。为啥说这个婆婆奇怪呢？方竹青给周晓峰钱的时候，本可以直接通过银行卡转账，但是方竹青却选择不远千山万水，把钱亲自送到周晓峰手里。那么方竹青为何这么不怕麻烦呢？答案当然是想见一见自己的儿子啊。所以从方竹青的这一举动就能看出，方竹青是真舍不得离开周晓峰的身边。可是方竹青不辞辛苦，亲自送了好几次钱，却都没能见到周晓峰一面。而阻挡那个了方竹青看周晓峰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周晓峰的奶奶，方竹青的婆婆。不得不说，这个婆婆真是太怪了，凭啥不让方竹青见亲生儿子呢？就因为她选择外出打工赚钱，给周晓峰创造更好的生活条件吗？怕不是因为这个婆婆太强势了吧？想用周晓峰要挟方竹青，让他赶紧回来，否则就不让他们母子相见。三，儿子太冷淡。话至此处，肯定又要有人提反对意见了。没错，丈夫和婆婆再怎么不给力，一切都与孩子无关了，孩子是无辜的呀。方竹青总不能因为跟丈夫和婆婆相处的不好，就抛弃周晓峰吧？有一说一，这个反对意见提得恰如其事，周晓峰确实挺无辜。但是周晓峰并非没有错，还记得周晓峰上大学后，方竹青曾特意去周晓峰的学校找过周晓峰一次吗？当时方竹青是想解释自己是因为婆婆的阻碍才没能接周晓峰来大城市，但周晓峰压根就不给方竹青解释的机会，上来就是一句类似于我们此后没必要再有瓜葛的话。看到了吧，丈夫婆婆都那么的让方竹青失望，儿子周晓峰对她的态度又那么冷淡，这让方竹青怎么能不对周家绝望，怎么能不对周晓峰绝望？于是在大学里跟周晓峰见了一面后，方竹青再也不敢主动去找自己这个儿子了，她的心实在是已经遍体鳞伤了。